谈判还没开始，伊朗先赢了第一招。原来说好在土耳其举办会谈，后来伊朗说不行，我们要改在阿曼。刚开始美国不答应，但最后美国屈服了，因为它有这些战略弹道导弹，可以威胁到以色列。它这些弹道导弹分存在地下库，那美军打得到打不到？其实去年美军已经证明了，用了7架的 B2 轰炸机，它也没打到浓缩铀核设施啊。这次哈米尼他根本就是吃定你美国，不敢打长期的战争，也没有这能力攻击掉他所有的导弹库，所以我认为在这一局，伊朗先赢了第一步。好，观众朋友，今天赶快来关心到中东的情势。现在伊朗的5座地下飞弹城正式的上线，今天会来看到它，包括它的这个飞弹，尼什跟加德尔都直指了以色列。那么我们也要关心到的是2月6号的这一场核谈判，美以之间的核谈判还能谈得下去吗？哈米尼现在赌了，说川普啊，他打不起的就是长期的战争。那么如果哈米尼下注川普无法挡的是长期战争的话，他能够撑住美以联手的打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来看到的是伊朗的5座地下飞弹城上线，刚刚讲的这2款长程的飞弹射程直指以色列，美军即使他祭出他的空袭、他的特战，能否彻底摧毁掉伊朗的这个弹道飞弹库存呢？它的反击能力跟生存率到底有多高？第二件事情来看到了，现在呢，哈米尼也正式的说了，弹道飞弹计划就是我们的红线，是没有办法妥协的。那这一场2月6号的核谈判还能谈出一个结果吗？最后来关心的是，哈米尼已经压住了川普不会打长期的抗战的，那么这个哈米尼可以靠他的这些飞弹的库存，再加上在中东各地的代理民兵网络来撑住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打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在2月6号这一天，美国跟伊朗之间在阿曼正式的来谈有关于核协议这件事情了。但是呢，哈米尼有一件事情是说，我绝对不可能让步的。美国，你休想要让我让步，就是有关于弹道飞弹的计划。他说这个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弹道计划到底现在发展的多快速呢？根据了解，目前伊朗境内已经打造了5座的地下飞弹城，分别包括了在首都德黑兰的周边，那么还有其他的地区分布在东南西北等等各地，可以说这个全国性的火力网都已经排出来了。美国的情报机构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现在伊朗拥有的是中东地区最庞大的弹道飞弹的库存，是特别要注意的，并且也指出了它的军火库啊，包含了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的尼什跟加德尔等等的长程飞弹，是足以覆盖掉全以色列全境的，是要非常紧张的。那么伊朗现在打造的5座地下飞弹城，它的飞弹的打击力，再加上它的生存率跟它的反击力，能够对美军造成多大的打击？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要看战场存活率有多高，因为现在伊朗经过从去年2025年6月的5月重锤之后，伊朗一共有花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来整建它的相关的军事设施。这个7个月的时间，我认为相对有限。那现在就是伊朗在做的，为什么要变成这个弹道飞弹地下化了？就是为了战力防护、战力保存。那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认为这7个月还是不够的。是有局部的效果，但是并没有全面的效果，所以我认为是时间受限。但是如果能够给伊朗再给他1年，我认为这个弹道飞弹的地下武器库那就可以达到他真的战略的能力。那我认为现在只有战术的能力，还没有到达战略的层级。第二个，现在伊朗它是分散屯储，他们并没有集中弹道飞弹存储在一个地方。所以也会造成美国或以色列要对伊朗实施反制作战，会有这方面的困难度，并没有办法完全歼灭伊朗的弹道飞弹。那这是伊朗之利，所以伊朗它是有利有弊的。第三，我认为伊朗目前最欠缺的是空优，因为伊朗的空军是最弱。那空军既然弱，战机既然是没有办法来升空迎战的话，那就要靠地对空飞弹。那地对空飞弹现在伊朗它的数量相对有限，伊朗的全境它的面积那么的广，它没有办法就全面的防守，只能重点要域的防守。它只能部署，并没有办法全部部署，只能重点防守。那这样的话，在美国跟以色列、摩萨德还有 CIA 这方面的情报收集，它可以找到
这伊朗的防空飞弹还有关通系统的部署所在，在第一时间可能就会给予摧毁。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美军，那美军怎么用呢？我认为美军会用大量的精准制导武器。那精准制导对它的这些我们知道的地下的这弹道飞弹的这个库存的地方，以及防空飞弹或者是关通系统做摧毁。就跟类似2025年以色列对伊朗的这方面的攻击。它的重点，我认为是一样的，毕竟争取空优也是美国跟以色列这方面的首要之选。那第二个呢，我认为情搜能力，伊朗的部署在美国的人造卫星，还有它的这些高空无人侦察机这方面的搜寻之外，再加上以色列内建布置在伊朗境内的这些情报人员，它可以精准的标定需要攻击、需要反制的这些位置，所以变成美国跟以色列因为情报优先，而在战争上、在作战能力上，也就提升了它的精准的度。另外一个，我认为打完之后不是就打完了，那就要经过战果鉴定。那战果鉴定，人造卫星跟以色列的人造卫星跟美国人造卫星也可以掌握战果鉴定，要不要再攻第二波次？攻这个作战的摧毁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要再派第二波的兵力对伊朗的这些长程飞弹、弹道飞弹这设施，不管是尼什的或者是加尔德的长程飞弹来做第二波的破坏，那他们会做一个精准的评估。所以在这一方面，情报的优势跟空优的优势加起来，会对伊朗产生最大的压力。那我们来看，那我们总体来做评估，我认为是防空能力、空优来决胜。决胜。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到达一定的妥协的程度，来获得了双方美国跟伊朗最大的公约数，那我认为美国动武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不然美国劳师动众，不管航空母舰或者是 F-15，还有C5A的银河式的运输机、西妖拐的空中霸王运输机，也包括美国的 F-15跟美国的 F-35逆冲战机都到了，还有包括 WC-135的侦测辐射层的，它都已经派到中东去了。那我认为美国动手的可能性，只要谈判破裂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动手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从整个目前态势来看，所以我认为双方都有压力。伊朗有面对美国这个精准制导的压力，那美国也有想，要想一想伊朗的报复能力。它虽然没有空军去轰炸，但是它有弹道飞弹跟无人机。那这无人机对以色列的机场，甚至对以色列的这政治跟经济的设施，都会到达某种程度的威胁。我认为双方都有它考量的强点跟弱点。好，针对于伊朗的这个飞弹库，它有它的优势，就是它是分散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美国它掌握了情报跟整体的空优。那这样子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永明老师怎么看？那2月6号的这一场，也就是今天的这一场核谈判，伊朗在这方面有多大的底气？老师怎么看？我们还是专注在这个弹道飞弹。以色列其实是在第3次中东战争，也就是在1967年，我们叫6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把它叫6月战争。以色列叫6日，因为6个工作天打完了。那阿拉伯这边不是6个月，他是说那一年的6月。之后他大概就被认为开始拥有核子弹头。可是他没有试爆过。我们现在把世界上的核武国家，事实核武国都会把以色列算进去9个国家，大概估计它有80到200枚。2006年，以色列的总理在欧洲自己承认，他说伊朗很快跟我们一样会成为核武国，大家也没什么反应。可是面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其他阿拉伯国家怎么办？弹道飞弹，尤其是中程弹道飞弹，所以伊朗是如此。沙特阿拉伯、沙特也是如此。那伊朗就看到，它空军很弱，它没有强空军，但是它有强的弹道飞弹。它从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从苏联那边取得飞毛腿飞弹，自己发展流星1号等等之类的。那然后呢，到了2000年之后呢，它就开始在做往中程，那个时候已经有来到500公里。我们讲1000公里范围之内，这就叫短程；1000到3000，这叫中程。然后大概到了差不多流星3号的时候呢，这个大概就2010年到近期，他已经自己宣称是来到2000公里的射程，然后呢，大概是1500公斤，然后进入到大气层，因为弹道飞弹是要进入
到大气层外，然后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大概已经是8马赫，精准度大概在30公尺范围之内。可是我们上一次看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相互交换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时候呢，还没有看到这个2000公里射程的中程弹道飞弹。可是呢，伊朗是有多数，大概统计起来至少14种不同的弹道飞弹，所以短程的都已经打到特拉维夫这边来了。因此它的弹道飞弹就是一种嚇阻，就是一种反制以色列。因为它没有核子武器，那当然也是反制美军的基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当美国现在要跟伊朗谈核武的时候呢，伊朗就说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弹道飞弹放进来，而且他还展示他这个弹道飞弹地下层，就是说你打你也把我打不光，你就算打了核子武器，通常发展核子武器一定要中程或者是长程，最好是长程洲际弹道飞弹作为载具，你才具有核嚇阻的能力。可是呢，现在他没有我不知道他有核武器，但是他目前中程以上、长程目前当然还没有出来。可是这个2000公里如果确实为真的话，那它将来就可能作为核武器的这个载具，那不只是弹道飞弹的嚇阻，而可能真的就成为核武器的载具。所以美国这边也当然希望他把它放进来，但是伊朗这边说，我放进去，那我既没空军，我也没足够的数量去反制你。我除了地下化，我当然要发展比较中程，因此他就不愿意把这个放进去。所以现在就看这个双方美伊双方是不是针对这个中程弹道飞弹是要把它放进来？对。但我觉得伊朗方面为了自保，他是不会同意的。好，除了中程弹道飞弹是这个美伊之间接下来要持续沟通的部分，那有关于核武，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说，看起来表面好像伊朗已经让步了，因为他说呢，这个他要放弃这种高纯度的核原料，甚至说要放到俄罗斯那边去。但是有一个说法，认为说哈米尼根本就是知道说这个主要是在争取时间，只要撑过川普的任期的话，那他之后还是可以恢复这个浓缩铀的活动，再继续造核武的，并且呢，哈米尼也在赌一件事情，说川普不会为了伊朗让美国再陷入一个无止境的中东战争。厉将军又怎么看？其实我倒是觉得说这一次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目前看起来是伊朗先占了上风。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原来说2个国家原来说好在土耳其来举办这个会谈的后来伊朗说不行，我们要改在阿曼，而且只有我们美国跟以色列，我们2个国家来谈就好了，周边国家都不要来参加。刚开始美国不答应他说要周边国家都一起来，包括到海湾地区的这种沙烏地阿拉伯等这些国家要一起再以观察员的身份，但最后美国屈服了所以第一招我认为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谈判还没开始。我认为是伊朗先赢了第一招那为什么伊朗会赢第一招呢？我们知道谈判这个战争之间的谈判一定是在战场上面，你取得某些成果之后，然后你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面取得有利的价值嘛。我认为伊朗为什么可以在这个谈判桌上面第一招先赢了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些的所谓这个战略的弹道导弹可以威胁到以色列，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而且它这些弹道导弹分存在所谓地下库。孙子兵法讲了一句话：善攻者动于9天之下，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他现在就将这些导弹藏于这个地下库里面。那美军打得到打不到？其实去年美军已经证明了他打不到他打浓缩用了7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 B2 轰炸机带了2枚的这个 GBU-57的钻地弹那个很大的，可以打穿钢筋混凝土60公尺深的，他也没打到浓缩铀核设施啊。那你说这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对那么多个目标来实施钻地的攻击？美国的这种 GBU-57的这个钻地弹，目前它原来只生产了20枚，上次用掉14枚，剩下6枚。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动它这个地下弹道层是动不到的。另外来讲的话，孙子兵法有讲一句话，叫做“兵贵拙速，未读久之，未读巧之久矣”，就是作战讲究兵贵胜，我只要打完胜仗就好了，我就要用最笨的方法，可是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取得胜利，这是最重要的。不是像是在变魔术一样变来变去，好像玩花销一样搞很久，你的后勤资源什么就一定付出很庞的代价。我们以美军来举例来讲，去年
他打这个12天的这种以伊的战争，他进去1天就出来了哈，就轰炸完以后他就出来，他没有在那边多停留1刻，就打个卡就快闪。那委内瑞拉他是不是也是1天快闪？对。但是他在那边耗很久的战争，我们看到就是阿富汗战争，到最后他花了好几百亿的美金丢在那边，跟打水漂一样，最后还是兵老尸疲哈，最后回来。所以我认为这次啊，这个哈米尼他不是压住，他根本就是这个吃定你美国哈，不敢在这边打长期的战争，也没有这能力攻击掉他所有的导弹库，你根本就打不掉。所以我认为在这一局哈，谈判还没开始，我认为伊朗先赢了第一步。这次两人呢进行了一场长时间并且是深入的通话。那内容谈了什么？不止贸易，不止军事，包括台湾议题、俄乌战争，还有伊朗局势，全部都展开对话。而且在跟川普热线之前，习近平是先跟俄罗斯总统普丁视讯通话，等于1天之内呢跟美俄的领袖展开意见交换，这是一个蛮罕见的情况，不太常见。而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我们看到这个南华早报指出呢，中国海洋的科考船叫做大洋1号，它现在现身在阿拉伯海，甚至呢逼近美军林肯号航母的活动海域了。大家都说林肯号不是已经把识别器关了吗？怎么大家都找得到它呢？这就很奇妙了。然后网络上呢，又突然出现了什么东西？大量的中国高解析度了，我们看这张图。大量的这个军用的卫星影像，而且里头清楚标示了几个关键的要素，包含林肯号的活动范围位置啦，还有这个美军 F-15E 部署的状况，甚至是爱国者飞弹的阵地等等都搭配了简体中文来做这个叙述。那么军事专家就怀疑了，中国是不是在向伊朗来提供一些美军的动态情报呢？因为类似的手法在之前的印巴战争其实也有出现过。想先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次川习通话？先谈到伊朗议题，接着又有这类的军事影像曝光，这是不是算是中国大陆对伊朗的一种非直接但是间接的一种军事帮助？中国有没有对伊朗提供什么协助？目前看不出来如果有都还看不到。这个网络上出现了自称高解析度的军用卫星这个解析度不高，所以不可能是中国大陆提供的军用卫星的影像。中国大陆没有这么拉惨了，一定更精密很多了啦第二个，中国大陆会提供军用卫星影像给伊朗，也不会公开，这很简单的道理。这是个商用卫星，那你说那个林肯号的位置不难商用卫星随便买都买得到你现在花点钱上去，商用卫星买都买得到，所以不是问题，因为体积太大了。爱国飞弹基地也基本上是很大的东西是，但真正这个军用卫星要的是那种很精准的打击的那种坐标线比这个精准太多了所以这显然就是一般的网络上到那个商用卫星网站里面去 copy 下来的而已了那这个伊朗这个即使是如此，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去对抗美军？坦白讲没有，他没有那个本事所以有人讲说伊朗可能用1000架这个无人机攻击航空母舰，什么时代你大为投死这个不是不成体量、不成品质的东西那你说伊朗的很多的这个导弹可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那样去打了不是问题啦以前人家觉得说以色列打不到，好像神话，不可能打不到，因为受了拦截都有漏洞嘛。那你说这个靠这个导弹可以把以色列打垮，那也不可能导致伊朗的领导阶层，只要他的国家有人被收买，就跟委内瑞拉一样，领导阶层会被斩首行动。那以色列在这边很有经验，美国在方面也不遑多让。搞正规的他不一定行，搞这种阴暗面，这两个才挺行的所以美国现在可能整个加紧努力就像委内瑞拉一样一般演习，那 CIA 就不断的在底下搞各种活动去收买的活动。这个伊朗自己内部要警觉性一点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贪污腐败横行，要做到这么廉洁的官员，那还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伊朗的很多情报都像漏筛子一样连那个哈马斯的重要干部在你那边住都会被干掉，你可想而知伊朗这个内部有多糟糕所以伊朗自己就垫的吧。中国帮不了太大的忙了真的是帮不了太大忙。中国也不会把宝压在这个满清末年的这样的一个王朝手上，也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所以这个你说中国跟出手要管控中东危机，他做不到
中国也没有必要去嘎这一脚，真的没有必要，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但是外交上当然会讲主权国家这个不能被侵犯等等，基本原则讲一讲了因为中国现在是走和平路线嘛，可是美国是走这个实力霸权路线他为他的国家的安全，他会施展力量。中国即使为了国家安全，他也不会去动用什么力量。对台湾就是如此啦，对日本也是软趴趴的，所以你不希望他对中东很硬。好，就在此刻，原本周五呢要在土耳其进行的这个美伊的伊朗这个核谈判呢传出要改地方了，换到哪里？换到阿曼这个地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要求谈判的形式现在改成美伊的双边会谈，不再让其他国家列席参与或者观察员什么的，并且抛出一个新的筹码，就是暂停核计划可以，但是这个浓缩铀要送往俄罗斯代管。从交涉地点，从美伊的闭门会议到这个浓缩铀交给俄罗斯的种种这个3件套，我想问一下赖老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要求？胡卢伊在卖什么药？伊朗在测试美国是更想打还是要更想谈因为刚开始伊朗提出这个新的要求的时候因为原本已经讲好了2月6号就在伊斯坦布尔来举行会谈，但是后来伊朗突然间改变了，他要求说改到阿曼来举行会谈。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是反对的，彼此之间激烈到就是说那就不谈了。那伊朗的态度也就是说那就不谈嘛，该打就打嘛结果后来美国还是同意伊朗说好，那我们就2月6号改在阿曼谈。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川普是更想打，更想谈的，没有更想打那一方面可能他的军力还没有完全到，二方面美国要在这一次跟伊朗的冲突中，美国虽然完完全可以重创伊朗的军事设施跟这个革命卫队或是军事能力，但是美国很难像在这个对委内瑞拉在加勒比海那个地方能够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美国可能很难做到。可是如果美国的军舰或者航母或者是美国的战机被伊朗打下来，或者被伊朗击中，那这个是大事这个对于川普在国内，还有川普他本身在这个年底的期中选举是绝对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如果这个画面显露出来，例如说他的船、他的军舰被打了一个大洞，他的航母的战机被打掉几架，或者人员的伤亡，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件大事。我们在强调，他可以把伊朗做非常严重的摧毁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能不能像在对于马杜罗的那个行动毫发无伤，这个真的是很困难。好。那我们看到伊朗这一次的态度改变了，而且很强硬。第一个，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跟伊朗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那对于伊朗来讲，他宁可选择一个更中立的，就阿曼，所以这个对于伊朗来讲，在谈判的地点上对他是有利的。第二个，原本的谈判是1对1，然后就是2方谈判，还有一个就是3方谈判。另外一个就是多方谈判，要进行这3种形式。那2方谈判就是美伊的谈判，3方谈判就是土耳其当作主持人、东道主来主持两边的谈判。还有一个多方谈判，就是包括埃及、卡达巴基斯坦，还有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这6个国家都来，而包括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跟伊朗的关系也并不和睦那这些多方谈判里面，对于伊朗都处于比较不利的地步，所以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他要求的就是我跟你美国自己谈，单独对谈，那就其他的不用参加了。那美国也同意了。好，接着就是议题了。本来美国设定4个议题，一个是浓缩铀的议题，一个是核能，一个是那个核武发展的议题，一个就是有关于它的中程导弹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资助其他的盟邦。例如说，包括真主党或者胡塞组织的问题，本来要谈4个议题，伊朗说只肯跟你谈1个议题，那就是浓缩铀的问题。所以美国也同意了。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也就是说，伊朗在初步他在谈判的过程里面，他略占上风。那当然之后的演变要看他们彼此之间在角力的过程中又会发生什么事，也要看美国的军方的力量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已经赶到了这个地方，要对伊朗形成极限的一个施压这个也要看。最后一个浓缩铀的处理，俄国的态度是开放的，俄国说我可以接受伊朗的浓缩铀，但是这个浓缩铀是伊朗的，
所以伊朗有权完完全全由他来处理，他什么时候要我交回，我就什么时候交回。如果这个协议被撕毁，那伊朗跟我要求，我就会回去。这个协议就很像奥巴马时代的6+1的核协议，当初也是提交给俄罗斯做保管。是。好，我们再来看到是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他们指出呢，川普其实对于这一次核谈判的一个态度呢是非常真诚的，而且川普包含很多的美国高官都一起帮忙背书，说川普他是真的不想攻打伊朗。那爆料呢，真正想发动攻击的其实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以色列。那其实这也不是秘密了，因为以伊早就已经是积怨已久。媒体指出，纳坦雅胡向美方要求，在伊朗问题上可以允许以色列自由行动的这个权限哦。那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现在美伊开战的几率是不是正在下降？那如果激不起美国这位大哥来率先出手来出头的话，以色列又按耐不住的话，那选择先行攻击伊朗，在没有美军帮忙介入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挡住伊朗这一些密集的导弹、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吗？还是摩萨德真的这么神通广大？之前的这个 BB 扣发动的进攻，我们都看到，还是可以把这个摩萨德已经渗透到打击伊朗这个高价值目标都已经安排好了。将军怎么看？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哈，这个你在战场上面得不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是。那为什么伊朗这次谈判一开始的时候，他原来说要改到这个阿曼去，美国原来不同意的，最后美国会同意？我觉得那当然在战场上面有这个美国已经先输了一筹哈。这个从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见证者139的这种无人机对着林肯号的航母飞过去，那当然最后是被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35战机将它击落。可是这后面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这个伊朗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你林肯号的位置？我这次是用无人机过去，那我下一次如果真的开战，我就可以用导弹过去了。所以美国是不是忌惮于说是伊朗已经侦测到，也可以掌握到它的战舰的位置所以它必须在谈判方面必须要让步。当然这一局来讲的话，我觉得最明显，以色列来讲就是希望把美国拖下水，来打这场仗因为伊朗其实对美国的威胁不大毕竟隔那么远的国家，但是它的威胁最大的是以色列从2件事情看得出来。去年6月份的时候，以伊的互相的这种空袭的作战，我们就看到，虽然说伊朗本身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了可是它毕竟怎么样，它对以色列也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尤其是说以色列的这种反导的拦截系统，到后半期战争后半期，它在拦截率只降到50%。那如果说是伊朗后续有更多的导弹，那当然对伊朗是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打击。另外这次很明显的，如果说是伊朗真的是发展出来这个核武器的话，那当然它首要的目标就是对着以色列。第三个，我们经常讲，这次谈判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伊朗不可以支持它的在中东地区的民兵武装组织，包括哈马斯包括到胡塞组织包括到黎巴嫩真主党。但是这些组织是对谁威胁最大？当然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那如果说是伊朗率头攻击的话，我们不敢说以色列可以获得全胜，可是最起码不死也半条命所以以色列来讲，这是很明显想要帮美国拉下水。但是我觉得川普也不是笨蛋，他纯粹就是商人，他知道这场仗打下去对美国不见得是有利。所以我认为说，从美国答应谈判地点改到阿曼可见的美伊双方的开战的条件已经下降。那现在来讲，我觉得美伊双方互相再给对方一个台阶能够下来让这场战争不要发生。那如果说美伊双方台阶互相下来，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一直希望，他甚至于放话，他放了2句话这个纳坦雅胡说，他宁可挨700枚的导弹攻击，他也要颠覆何梅尼这个政权。从这句话就知道他的决心。那第二个，他现在讲的话是说，如果你美国不打，我就带头打。可是我觉得以色列讲这种是空话了这个他如果说美国不带头打的话，以色列现在他没有远程的攻击能力来讲的话，是做不到的，纯粹就是想要把美国拖下水。
好，所以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关心到中东的战火现在进入倒数，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伊朗现在祭出了它的射程高达1000公里的新款的导弹亮相，中国大陆现在传出有暗中帮助伊朗吗？再来就是俄罗斯是否也有介入？美国航母危在旦夕。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今天会来关心到是伊朗的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之后呢，是直接被美军的 F-35给击落下来了。另一方面，革命卫队试图在另外一头呢强行扣押美国的油轮。中东战事现在被说是一触即发，美军能够掌握局势，避免战火全面蔓延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题我们会来关心到是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它的一艘科考船现身在阿拉伯海，网络上现在还流出了一系列的卫星影像，在这个卫星影像当中是以中文标示了许多美军在它的武器中东的部署，这是中国公开支援伊朗提供给他灰色的情报吗？那美军又如何反制这一场情报战呢？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接下来的要在2月份特别关心，就是2月6号美国跟伊朗会来谈这个核谈判，而在核谈判正式的进行前，我们看到伊朗直接抛出了他愿意承诺的事情，包括暂停他的核计划，浓缩铀会送往俄罗斯。川普则是要求说3个东西你要停核、限制飞弹，这是第2个。第3个，也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这一场在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能不能成功？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伊关系现在到了随时开战的一个边缘的临界点了。3号来自于美国军方亲自的证实了，说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这一架是夏德139，在逼近阿拉伯海的时候遭到了。在阿拉伯海林肯号的航母附近的时候，立刻是被 F-35战机给击落了。另一方面，我们则是看到伊朗则是试图登上了一个他看到的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进行扣押，战事现在看起来是剑拔弩张。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有出手相助伊朗吗？来自于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看到了大陆的科考船现身在逼近林肯号的附近。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到这一张图了，这个是网络上特别流出来的大量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卫星的高解析影像，并且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中文字，在这个中文字当中，特别是中方标示了说美国的林肯号还有美军的E-15战机跟它的爱国者飞弹部署的地点，被军事专家解读中国可能在向伊朗提供美军的动态情报。他认为这样子的手法其实类似于过去的印巴战争。那么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的部分则是祭出它的重型的反舰导弹，这一款是阿布马赫迪，射程1000公里的弹头，重达400公斤。现在根据了解，只要2枚就可以击沉前方美军9000吨的驱逐舰。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中国真的出手帮助伊朗吗？那如果是有帮助的话，是否提供在这上面的情报战？美军接下来会如何来做应对呢？再来就是反舰导弹，刚刚说射程高达了1000公里，代表美国在中东部署的这个林肯号航母是逼近危险的吗？干哥怎么看？当然是危险，但我们要知道，伊朗这次它无人机逼近了林肯号，这就是一个讯号。为什么？因为大家在想说，已经相安无事，你们不是已经上谈判桌吗？现在到底是要在伊斯坦堡啊，伊朗、美国的官员高阶他们都要见面啊，对不对？那现在到底是谈到什么地步？可是伊朗无人机怎么会在阿拉伯海出现？然后而且好像接近了林肯号，这事情意义很重大。不过伊朗他宣称说，这个我们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商用的无人机，它走在自己的航道上，根本没有逼近美国。当然讲要这样讲，但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知道 F-35，其实无人机到了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大概才会发现它。F-35是距离100公里，航空母舰战斗群100公里之外把它击落的。也就是说 ，F-35它的态势感知完全发挥作用了。你在空域里面有任何的动作，有任何的物体进来 ，F-35它被训练，它的 know how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在你身边周遭200-300公里范围之内突然出现了飞行器，它抓到了，大家就知道了。
美国的技术我们还是必须要认可的。他抓到了，他不是用眼睛看的，因为你看不见。他抓到以后，然后飞行员直接下判断这是无人机。为什么？因为它的雷达横截面要比隐形战机还要大。大家听得懂吗？无人机这么小，雷达横截面怎么会比隐形战机来得大？因为隐形战机是逆中的，你在雷达屏幕上面看的，只像一个小鸟一样。但是如果说是在那个无人机，因为无人机有螺旋桨，那个是非常不逆中的，他马上就判断这个是无人机，打。用怎么打？用 AIM-9响尾蛇飞弹打 ，AIM-9X 响尾蛇飞弹把它打下来。所以说句实在话，我觉得美军在第一次接触上面，他就已经有逮到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说，万一不是一架的时候 ，F-35就应付不了了。这个时候，舰队防空就要启动。什么叫舰队防空？舰队防空就是神盾驱逐舰的防空系统完全要启动，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全部要上啊，要拦截。这个画面会不会发生？很可能在下个礼拜就会发生，就是在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发生。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讲阿布马赫迪飞弹，这个飞弹我坦白跟各位讲好，这就是中国技术的援助。为什么？它的射程1000公里，然后它弹头400公斤，这个完全是长剑10型的翻版。长剑10啊，我最近有拿那个空6它身上的长剑10给大家看，它就是长程巡弋飞弹，但它也有可能阿布马赫迪也有可能。它根本就是一种弹道飞弹啊！那因为弹道飞弹的技术比较复杂，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用在这种飞弹上面。但是它可以打到1000公里，那就是代表像跟我们的常见10型的飞弹是一样的道理。它能够飞这么远，然后呢，它飞这么远，它还弹头威力有400公斤。它要是一颗打到你美国航空母舰的话，是打不成的。所以这边我必须要先强调，400公斤的弹头打不成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航空母舰总共11艘，每艘都是10万吨级的，你要2颗到3颗以上打中它，才能够把它打残啊。所以说，其实反舰飞弹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心理因素会比实际集成要来的有用。所以你就会看到说，阿布马赫迪真的是已经要他说你看2枚就可以集成驱逐舰没问题，但是你要打航空母舰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最重要的是目标或怎么获得，这里面绝对有中国技术的协助。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开战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了。如果伊朗真的能够逮到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话，中国在这后面一定出了很多力的。同样是中国的角色，特别请教岳老师怎么看？现在是说中国也有暗中提供伊朗在情报上面提供给伊朗，老师又怎么看？对，那个刚刚提到阿布马哈迪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是伊朗拿出来，大家以前的话呢说的不多，但是这个非常有可能是中国的技术援助啊。然后这个俄罗斯当然也有一些提供一些帮助啊。但是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分成了几个方面哈。第一个的话呢，我个人看法觉得说有中俄的联手啊，就基本上是唱一场双簧给美国看了，啊，因为呢，他们之间的做的，大家的评估啊，就是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决心啊，也没有这个理由要跟伊朗之间就是开战，更不要说是地面的战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伊朗的这个存在啊，目前这个情况下，这个策略是很明显的，就是让俄罗斯先走一步啊，然后中国本身呢在暗中资助，然后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呢，要做事情呢，就是他们整体来讲啊，就是希望中东的局势啊不要有伊朗的消灭啊，因为伊朗如果消灭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抵抗之湖？就是说原来的话呢，就是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就是从一开始到从哈马斯一直到这个叙利亚到伊拉克啊，然后到了胡塞武装什么的，全部都是伊朗支持的。那这些的话呢，都陆陆续续被以色列加美国的联合作战的方式击溃，所以伊朗变成最后一个堡垒。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伊朗怎么可能没有中国跟俄国的支持？伊朗原来就是俄国的一个小老弟，俄国对伊朗的支持长期以来就是冷战中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再加上中国现在的话呢，它有3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伊朗的油是中国在买的
啊，那中国本身是一个能源缺乏啊，它各方面来讲，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中国都有买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区域上，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话呢，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中东没有敢跟美国挑战的伊朗的话呢，那整个区域的话呢，就可以宣告以色列的胜利。以色列胜利对于这个整个伊朗国家，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巴林啦，什么卡达啦，或者说是这个阿联酋啦，或者说这个沙特什么，都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搞得整个欧洲地区或者说整个世界地区的穆斯林回教徒，他们就会极端的反抗。所以在这个地区上要维持势力的均衡。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一句话哈，这个对于伊朗做某种程度的支持的话呢，美国不敢动手的话，就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东地区就继续乱下去。请大家注意啊，就是你旁边的邻居啊，只要战争不打到你家来的话，他们乱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太大的坏事。这个当然讲这个话不道德了啊，可是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大家看到说是我们基本上的话，如果说你不管，如果中国有能力不管，那俄罗斯现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他也管不住的话，那中国不适当的施出援手的话，如果伊朗真的没的话，那还得了啊？整个中东地区就是美国加以色列的，那以色列做事是非常狠的，对不对？至于说是川普提出来的条件呢，我觉得说废核跟废弹的话呢，都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话呢，经过这一次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以后，大家发觉乌克兰最大的措施就是十几年前把自己的核武器都不要了。所以任何情况，现在没有人敢惹北韩了，没有人敢惹，为什么？动不动就给你来个，但是有浓缩又不用了，也不行，一定要有导弹。所以说前面两个，至于说代理人战争早就结束了嘛。好，谢谢苑老师。确实延续聂老师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就是美国川普现在特别提出来针对伊朗2月6号要进行的核谈判。3个条件当中，刚刚岳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除了要废核之外，还要限制它的弹道飞弹的发展，最后就是支持这个停止支持中东的代理人。川普说了，如果在2月6号这一次谈不拢的话，就会有坏事情发生。那伊朗这个时候也祭出他的一些善意啦，伊朗是说他会暂停核计划，并且把浓缩铀送往俄罗斯去。接下来我们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角色。另外就是2月6号的核谈判到底有没有机会谈成 ？OK， 我觉得不管是人与人、团队与团队或者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说实在有3个步骤，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这2个方呢，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方可能比较强，他是用攻击性的角度，可另外一方可能防御，但他也够强的话，他也可能会攻击，但最后呢，一个方式就是你防御也防御不了，就是投降嘛。我现在觉得美伊这边的谈判呢，是陷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讲说，以这个喊出声量来讲呢，伊朗其实在军事上、霸权上绝对赢不了美国，美国基本上是步步为营啊。但伊朗当然也释出了非常的讯号，说反正呢，不管怎么样，誓死抵抗到底。那是之前，跟照美国军事实力绝对是高到一定国家之上。那么而且呢，他的霸权呢，甚至他呼朋引伴的这个盟友的这个这集结地位也是比较有。因此，他如果继续的给这个伊朗一些威胁的话，伊朗当然最后还会选择你刚刚讲的所谓的善意。可是重点是善意要多善意，如果走到第3个叫 surrender， 就完全投降，我相信也不太可能。就像2战之后呢，日本呢讲不好听点，你已经这个是一个战败国，而且呢以前这么多的这个罪行，那当然你不能再有攻击武器，当然还是给你有一个保命叫做防御部队，叫 defense， 就是他们的 national guard defense 防御部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常常会用他的霸权要求他的对手说，你就给我完全的投降。可是，你知道，伊朗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三脚猫的很差的国家，只是碰到你这么强权，他当然会担心，因此他会谈另外一个方案。那刚才这个您可以看到，不管媒体上讲或者刚刚世民讲的，美国要的3样东西，第一样叫做终止核子计划。这个终止这不一样 ，terminate 是完全停哦，这就是投降概念。所以呢，伊朗会抛出一个说我们暂停核计划，而且他还丢出一个我把浓缩铀送到俄国，那他有个小小保护伞，因为这2个国家实际上都是有当然美国不是就比如以伊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有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他有前线代理，有后线代理，他可以也就是他要帮这些代理人去贡献，或者呢帮后面都有可能。他是前线代理之前，我们大家都知道黎巴嫩真主港也好啊，胡塞组织也门啊，或者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还有呢像以前的委内瑞拉，当然像那个伊拉克等等都算。他背后还有2个核武大国，北韩、俄国。当然说不好听，还有一个中国，慢慢隐形。中国只是忍着不讲话，其实他也会释出的偶尔的提供资讯啊，这个跟这个印巴战争一样。
当然，美国那一方呢，现在不是而是美国直接跟他，所以他没有所谓代理人，他当然会跟他讲说，你必须要这个停止支持中东代理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求呢，就是他希望怎么样呢，让这个伊朗呢不会再给这个美国未来造成他中东的一些阻碍了哈。当然，限制飞弹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最少你不会每次我要打你，我比你大比你厉害，你还有时候还威胁我一下，这个川普也不爽了。好，那最后讲到他把浓缩铀送到俄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那有人说这是一种外交策略，我觉得这是一个保命策略了，因为他毕竟他是代理人，这个他幕后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护盘者呢，他还是觉得他们多少还是有点力量可以保护他的未来的生存，是，所以这是一个保命策略。那当然也就是他预留他未来的一些生存的空间。那么我最后要讲说，美伊这样我的分析说，这样的一个这个谈判，美国步步为营，他又有霸权在手，又有军事实力，又有盟友的这些力量，会不会最后这个成功呢？基本上啊，我觉得最后还是会成功的。伊朗最后还是会让步，毕竟呢，你打的就是可能美国真的。这个当然美国也会自伤，对不对？打人这个1/3也自伤，打人7分自伤3分。可重点是，大家到最后都会形势比人强啊。就是说我发现你一定要做动手，我还是会一些让步。因此，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成功的几率还蛮强的。但是伊朗它还是要必须我刚刚讲的，它已经无法攻击，它最少还是要保密，还是要有未来的防御的一些保命的未来的预留空间。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